好，来看到国际间，大家现在关心的是俄乌战的一个最新进展了，因为现在传出说俄罗斯即将就要占领红军村了。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看看，直接往里面打进去之后，那即便你库斯克这里啦，你守得很好，你就真的拿下来变你的领土 ，so what？ 因为你的损失可能根本就是超过了这个收益。好，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在红军村这边呢，它基本上5条公路、1条铁路，交通要道。那另一部分呢，则是其实呢，它在进攻的同时，它也形成了包围圈，然后它就直接把你的这些运输线，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重要的据点，你要去哪？通通都把你截断起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怎么打呢？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大家讲的，说在8月份的时候，就以每天平均推进15平方公里的速度，在乌东这边占领大面积。那相对什么？相对的就是说，第一，这边推进之后占了，它就不会退；第二个是，如果呢现在9月那我再往后推几个月，夏季战事即将要暂停之后，你可能也奈他莫何。那你会问会不会就真的是应了普京的说法，说乌军呢现在反攻库斯克，反而让我们更容易实现拿下顿巴斯？因为本来顿巴斯我这边还没有办法拿很多，结果呢，你把所有的重兵通通撤到了库斯克去之后，我真的是长驱直入，很好打。那你会问，乌克兰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乌克兰呢，他们现在就在讲啦，说，俄罗斯，你其实真的不回防吗？你也有回防啊。好，甚至呢，我也看到了，你有7台车，我们就直接把你炸掉了。而且呢，你在黑海这边舰队军港，我也在对你进行攻击。但即便是如此啦，那某种层面上面就是钳制了乌军他在回防的速度，又或者是说呢，他可能在困守这个库斯克的同时，他是不是也要来对这一些的不同的攻击来进行作战？俄罗斯这边呢，甚至还派出了苏34来对库斯克这边进行打击。那因为在前线每一件事情的决策都非常重要，目前泽伦斯基可能是认为这个打下来看起来真的就是会被折损，那我要怎么办？我要大举换血，所有的决策我都要重新来换过那个大脑。所以呢，像现在换掉了多名部长，而且连副总理通通都换掉了。泽伦斯基的讲法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希望秋天的时候可以拿出成果出来。好，甚至呢，他们现在也改了一个武装部队总司令，因为啦，他们就会认为这样子的一个不同作战思维，有可能可以逆转颓势。但是重点还是在于你有多少的粮草，你有多少的兵力。因为前线也传出他们总司令讲的，说现在真的是人不够了，所以不得不派训练不足的新兵直接上战场。而且呢，你要知道，培养一个能上战场的兵有多困难，培养一个会开 F-16战机的兵有多难。好，现在呢 F-16来6架，结果呢不是才刚掉1架吗？所以西方盟邦这边也质疑了，说你们的这一些步调是不是操之过急了？而且呢，他们也认为这起事故呢，基本上对于匆忙培训飞官，然后就马上投入战斗，没有人是这样打的啦。如果真的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打的话，那个折损可能反而更快。美方这边呢，眼看着战事不太行，而且他们到9月30号有一笔预算即将要到期，所以再次赶紧来给钱，宣布了要给他2.5亿美元的援乌计划。好，同时呢，在泽伦斯基已经抵达了德国的这个美军的空军基地这边，北约基地这里要出席是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跟 Austin 见面，还有跟德国的国防部长一起来见面，讨论下一个阶段该怎么做。那泽伦斯基特别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要给我武器，你还要给我松绑啊！你不能就是只让我打到那个俄罗斯的边境而已，你要让我打进去，你可以让我打到900公里这么远吗？好，美国的防长 Austin 给了一个软钉子，说没有任何一种单一手段可以让你扭转乾坤啦。那可是呢，该给你的，好，包括什么防空导弹啦、火箭炮系统啊、火炮弹药这些，我通通都会给你。
然后与此同时，北约再站出来讲说，其实重点在中国啦，中国已经对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进行一个决定性的推动者因素。大家就开始来问，怎么突然这个节骨眼上又扯到中国，就听不太懂了。因为前线在打仗的不就是俄罗斯，不就是乌克兰吗？所以就要请教一下杨老师了。最主要是在打仗的这个路上哦，一步错真的会变成步步错。本来他以为说呢，他攻进了这个库斯克，感觉很厉害，因为我直接侵略了俄罗斯的领土，打进去了。但是没想到红军村掉得更快。昨天负责这个库斯克攻击的乌克兰方的，就是军事的负责人接受 CNN 的访问，这是第一次。可是我觉得很奇怪啊，你现在这个情势很不好，你怎么跑来接受 CNN 的访问呢？那当然就很清楚，这是一个国际的宣传，他宣传的对象还是美国的政治啊，然后呢，美国的两党。那为什么？因为在昨天就一天之前，川普在亚利桑那，他在造势大会当中，他做了演讲，他讲了很多比较具体的政策。他中间讲的有一点他说如果选上之后，那就11月5号，对不对？他会在 President-elect 期间就会结束掉俄乌战争，就不用等到1月了，就不要等到1月20号就任，才是新的他的第二任。但是呢，在11月5号到1月20号这个75天，川普已经这样子承诺了。那你觉得 Harris 贺锦丽他上来会怎么做？他会拖长一点，因为他基本上是败归贺水，可是呢，也不会说再去支援这样子的战争的持续。为什么？因为又是在昨天，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他也公开的就在讲，乌克兰不断的跟我们要远程武器，要去打俄罗斯境内的军机场或者是后勤基地。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乌克兰其实去攻打库斯克，目的大概就是为了这个，要远程武器，要把战线扩大。然后呢，你西方美国就不得不再继续的军援金援，以避免因为美国选举上来之后呢，政治的压力而使得乌克兰必须要面对现在对他不利的现状来去做和谈。这个不利的现状就是大概他拿不回来乌东4州了，所以就越来越清楚。我看了他的那个负责攻占库斯克总司令接受 CNN 的访问，也讲不出什么东西。他如果说前线是我的生命，也就是这样子。但是各位，这库斯克怎么可能战场会再扩大？他也不过是瓮中的鳖，等待俄罗斯随时来处理。好像台湾基本上其实你就看到，也就是这一次奥斯汀美国的国防部长讲得清楚，他不会给这个远程武器，因为远程武器也没有办法改变战争了。这个有没有听懂？就美国的国防部长基本上已经认为，没有一个单一的这个军事的武器项目，尤其是乌克兰要的远程武器，不可能再改变现状的这个战争了。你不可能再去把库斯克的占领扩大，甚至打到莫斯科去，这个当然不可能。你不可能再重新夺回俄罗斯所占领的这个4个地方。你甚至能不能守住现在即将失守的红军村，都是很大的问题。你看看乌克兰内部所有的这个高层部长通通在更换，总司令也更换，空军总司令也下来，你还有什么士气可言的呢？所以呢，他出了最后一招，要去占领库斯克。结果现在大家都知道，美国也等于是直接的婉拒了，你不要再来跟我要远程武器去打俄罗斯。打了俄罗斯之后，其实我就不知道俄罗斯会怎么反应。而且，如果照泽连斯基讲的，当初他决定要打库斯克，美国都不知道，这个我是怀疑哈。但如果真的照他讲的话，那美国如果把远程武器给他，那他会怎么打？把他拿了去打莫斯科，然后战争就开始变得整个北约被卷入。这个当然从一开始美国就会很谨慎，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情况越来越严峻。然后呢，就真的等待美国总统大选出来，然后呢，结束的时间只不过是时间的长短先后而已了。
所以我就要请教一下立正杰将军，怎么样来看这个战线的前线？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如果红军村被拿下来之后，那乌克兰这边整个都被截断了。普丁就直接讲了，还真谢谢你去打了库斯克，不然我还没这么好打。其实那时候我就推说，库斯克这场战役对乌克兰来讲是一场豪赌哈。我现在大概知道他打库斯克的这种目标是哪一个目标？是他核电站。好，如果说是乌克兰来讲能够占领个库斯克的核电站来讲的话，他在那边加引爆来讲，引起一场等于说我虽然说没有原子弹，但是我在你的境内用你的核电厂当原子弹把它引爆，那会不会造成俄罗斯自己本土的这种核污染？然后他被迫就可能要接受和谈或怎么样？但是很明显，这场作战计划可能已经是这个失败了哈，这场豪赌可能已经赌输了。那我们知道，如果从拿破仑用兵的方法，我研究过拿破仑每次用兵，他一定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说，他一定拘束跟打击。我用很小的兵力去拘束你一个大部队，然后我用我的大部队集中优势兵力去打击你的小地方。那现在来讲的话，我们从这场战争看得出来，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可以说北边包括哈尔科夫跟库斯克这边来讲，乌克兰自己自限兵力，将他的精锐部队投入到这边，形成一种无效的兵力，推也推不动，进也进不了，更糟糕的是也退不下来。但是在顿巴斯东边这一线来讲的话，很重要一个节点就是红军村。那我个人认为红军村这场战争已经开打了，大家不要认为说是要攻进城里面才叫开打，因为就我防御部队来讲，我一定往前面推进，前面2-3公里地方部署我的前哨阵地啊，或者是我火力够得到警戒的部队派遣到这边来。那俄罗斯来讲，它攻击来讲的话，它的以现在距离来讲，可能不到3000公尺了哈，等于3公里。3公里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用迫击炮就可以打得到，它不需要用到后面的榴弹炮，也不需要用到飞弹，它直接用炮就可以轰你这个红军城。但是我们看这场战争哈，从这个几次来讲，我觉得乌克兰来讲，泽伦斯基完全就是只有政治考量，而没有接受军人的建议。比如说我们一开始亚速钢铁厂，对吧？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还有巴赫姆特，巴赫姆特我们称之为绞肉机的战争，那时候跟瓦格纳军团在那边拼到最后，我们那时候我一直认为说是你应该保全有生战力嘛，你为什么要一直不停的投进去一个旅就死一个旅，投进去一个旅就消灭一个旅。然后接下来第3场就阿夫迪夫卡，大家回顾这3场战争都很明显的，这个我觉得泽伦斯基犯了很大一个错误，他一直想要获得一场胜利，然后来获取北约对他的支持跟资源，能够对北约有所交代，我能够有一场战争。但是这3场战役里面，现在大家回过头去想一下，是不是都是绞肉机的战争？等于说你把部队都投进去，那俄罗斯也把部队都投进来，双方这边打到最后，就是所有精锐、所有这个作战力量都打完了嘛。作战讲究先求全军，再求破敌。如果说你没有办法保存有生战力来讲的话，你后续来讲，你再好的战术作为都没有用。那我觉得红军村如果说是很快了哈，从这个阿夫迪夫卡打完以后打到这边，阿夫迪夫卡他们失败是今年2月份的时候投降，撤出阿夫迪夫卡，乌克兰撤出来。那到现在为止不到半年的时间，你看他已经攻到红军村了。当攻到红军村以后，我想说，普京他的胃口绝对不会仅止于乌东4州了。我在推测他会不会要求就是第聂伯河这个以东来讲归俄罗斯的？因为当到达红军村之后，它是一个交通后勤的节点，它将你乌克兰交通节点不但是占领了你没办法对我军自己做后勤补给，你要对俄军来讲，反而它有了一个补给很重要一个这个节点。那现在这种状况，我认为说是后续来讲的话，普京应该会这个大口吞，就不再是蚕食，直接要的就是可能是第聂伯河为界，然后向东以外，他都要这个地方当做他这个国家安全的一个缓冲区。好，刚刚的这个立将军有特别提到阿夫迪夫卡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请教一下彬哥，因为现在战事其实跟先前已经不太一样了，因为呢持续的在向前推进，然后就连乌克兰他们的总司令都很直截了白的告诉大家，我现在要送上战场的，老实说我也不是很看好，因为呢真的是训练不足。不可能训练充足啊。乌克兰哪有这个美国时间慢慢等这些新兵训练充足？就是战事的情况这么糟糕，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所以我也觉得北约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说什么 F16不是这样用的，你要等他先训练好再说。他要是有这个美国时间，就不用这么急啊。他就是没有这个时间嘛。他不知道危险吗？他也知道啊。但是问题是你现在没有飞机上去，就没有东西可以打嘛，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嘛。那你行你上啊。北约讲的这么大声，那你派飞机来啊。对不对？你又不敢派，你好多飞官了，对啊，你们很多人可以来支援啊，那你又不来支援，
所以我真的觉得都是在讲这些风凉话，很无聊。现在整个情况对乌克兰来讲，我觉得最糟糕的是什么？就是红军城看起来丢掉，大概几乎已成定局。对啊。那在这种状况下，请问一下，你接下来怎么守？你要知道，红军城是你花了10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构筑起来的一个防线。那这个坚固的堡垒被敌人拿去之后，接下来怎么办？你现在整个乌东等于要门户洞开，那你后面怎么守？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是去换什么内阁，我觉得泽连斯基做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你在已经军事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你大批更换阁员，这会让人心更不安，士气更糟啊。然后你有办法快速拿出什么解决的办法吗？也没有啊。你说你要赶快让大家更能够让总统办公室更能掌握军情，请问一下，你懂什么军情？你又不是军人出身，你根本也不懂怎么打仗。你控制的越多，其实是死的越快，你知不知道？实际上，库斯克从一开始的奇袭，还获得一个小胜仗，获得一个战果，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包袱了。你现在库斯克，你撤丢脸，跟问题不撤，这些人可能就是到最后被人家围歼。那请问一下，你到底要怎么做决定？还在那边挖战壕继续守？请问一下，你守得住吗？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开玩笑了。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战况啊！你要赶快下决定啊，因为现在不是面子问题啊，现在是如果你不撤出来，那恐怕你整个会兵败如山倒。那对美国人来讲，你看美国的态度已经超级明显了，我也不可能大批援助你。对。那美国人现在就一点一滴丢援助，你知道美国人在干什么啊？美国人希望你撑到11月，你撑到我选完之后你可能就再见。所以乌克兰人，别人不救你，你至少要救自己吧。然后你看北约那个讲了什么话？他说都是中国在那边援助才会让这场战争不会停啊。我告诉你，史托滕伯格让这场战争要停，有一个釜底抽薪之计，你叫美国不要援助乌克兰，马上这场战争就停。那你敢讲吗？没用的东西。那必须也要讲了哈。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美国为什么他最近又大批的这个军援过去，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笔预算9月30号即将要到期了，那他们又要选举了，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确实对于目前执政的政府来说，他希望尽量的稳当，因为呢，在外交之外，内政更重要啊！你以为他国内真的都没事吗？下个星期就要辩论了，现在得先稳住。我们等等回来讲。好，我们讲到下个星期即将要进行辩论了，这是贺锦丽她在正式被提名之后的第一场跟川普的辩论。但是呢，这个议题铁定会变成重点的问题，原因是因为现在呢，美国政府是这样了，他们要阻止日本制铁来收购美国钢铁。好，这个是2家公司。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最主要就是因为美国钢铁，当然它现在财务方面有一些问题嘛。那可是，在美国政府的角度，他们的外资审查委员会是怎么看？他们是认为这有国安风险。好，甚至呢，他还特别强调说，大陆的廉价钢铁供过于求，所以他过来之后呢，我们也不可能跟外国钢铁这边来征收一些关税，也就是你价格战你也打不赢人家，所以呢，他觉得说这整件事情就是。反正回过头来一句话叫做我们的美国钢铁怎么可以后面变成是日本人的呢？这个也让很多人会觉得说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那另一件事情是什么？美国钢铁他就问了，不是我是一家公司嘛，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没有钱嘛。那如果有人愿意买我，那资金会进来，我这家公司就有办法赖以生存。那如果说你现在总是要阻止日本制铁来跟我们买的话，那你这个就叫做为一己之私利出手啊！你这个是真的基于国安理由吗？还是说是为了你自己的私人利益、你的政治利益？美钢现在警告了，你真的不让外资进来的话，那就是我这边的工厂就得关门。工厂关门等同于1000万的这个美国工人有可能会失业。好，数千美国工人失业，你扛得起吗？那对于日本这边来说，他们也有一些心理上面的不服了。你不是说我是buddy 好兄弟，那为什么当我们的这个企业要去买你们企业的时候，那也是合理的一个收购投资啊？你为什么就说我们会有国安的危机？所以呢，日向候选人石破茂直接讲了，我们的同盟信任还在吗？其实呢，在这整个事件当中，日本
买美国的啊，为什么会扯出一个中国啊？当然就是因为在现在的这个时下选举当中，抗中反中依然在美国一样是个主旋律。好啦，加拿大这边呢，现在也跟着来抗中反中，他对中国的电动车还有钢铝加税。北京方面呢就讲说，他们会在世贸这边提出磋商的请求。好，同时呢还有说你是不是有反歧视等等的问题。大陆的商务部这边说已经要出手了，结果呢，叶伦说不能助攻中国，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因为呢，他是在这个外面演讲参观的时候讲的这句话，说我们任何试图消灭我们清洁能源税收、抵免政策、提高家庭生活成本等等的，都是在危害我们的制造业新投资。讲完之后呢，他就去做了一辆车，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因为美国车啊，福特野马电动车不是。叶伦可不知道，因为这个电动车里面它的电池是含有中国成分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含有中国成分，所以如果你买这个福特的这一台车，你是没有办法来享受法案税收的抵免政策资格的。你看看。你不要用 Made in China， 但是呢，很多时候你可能根本搞不清楚它到底 Made in 哪里。好。所以中国电动车现在呢，确实在全球的市场当中，特别是动车市场当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CNN 就直接讲了，这一些不只是对美国会有影响，对于欧洲企业更可能造成沉重的打击。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市占率一直在提高当中。好，除了车之外，还有什么？还有的就是手机了。因为目前呢，很多的苹果迷，又或者是华为迷，他们都在期待一件事情，叫做发表会。两边呢为什么会说都期待？因为他们要正面交锋。9月10号新机发表大会，他们会大 PK。9月10号两边都在办，这已经是今年第2次的新品发表撞齐了。那你就知道现在就是对上那个意味就会很浓厚嘛。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当然就会觉得说啊，这也好啊，对不对？我一次可以知道两边哪个手机我可以拿来比一比看。而华为这一次呢，他们会拿出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出来，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余承东的想法是，它是要引领性创新性、颠覆性的产品，说是别人想到但做不到的划时代产品，甚至已经有人看到他在飞机上头使用了一个会折起来的手机，一打开是好大的一个好像小平板一样的东西，这会不会就是新手机呢？网络上面讨论非常多，甚至现在也看到了一些这个代言人啊，包括了这个刘德华，以及呢，我也看到杨幂他们都开始在为这个新手机做品牌大使来现身。那9月10号就可以看到新的广告了，以及呢，也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奏折型手机到底有什么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以前的就做不出来？为什么华为做得出来？里面有什么重点？新技术？里面有什么重点？新的晶片？里面到底重点都是中国做的吗？这些我相信会是美国，特别是美国政府非常在意的事情。请教一下有明老师，您怎么样来看？我们先从日本制铁来收购美国钢铁这边还好了，原因是因为明明就是日本公司买美国公司，为什么美国的外资审查委员会还要特别扯一个中国？你知道日铁为了买这个美国钢铁，他做了一些哪些事情？我们现在美国钢铁跟日本钢铁在全世界的这个排名日本钢铁在全世界排第4，那宝武钢铁是中国大陆排第1，然后呢，卢森堡的米塔尔钢铁排第2，然后鞍山也是中国的钢铁厂排第3，所以日铁排第4，美国钢铁排在第24。如果两个合在一起来的话，可以帮助日铁变成第3，而且是把日美之间西方的这个钢铁作为一个就是说供应链的这个主轴。那美国钢铁这边开股东会，98%的股东投票赞成，接受这个案子，然后呢也承诺董事会日铁这边承诺买了之后，董事会1半以上由美国人组成，对，也会加码。149亿美元买了之后呢，也会加码10几20亿投注在美国钢铁，所以他说工作不会减少，但是呢，天晓得，对不对？那因此日铁为了更证明呢，所以他在今年年初他结束了在中国大陆
半世纪的这个就是说营业，跟中国大陆的宝山钢铁的合资，他把它结束掉，对，数亿美元卖给宝山。你知道他主要做什么？就主要做日本在中国的汽车 ，Toyota、丰田、Honda、马自达的车体。现在是销量变少，但是他为了要买美国钢铁，怕美国人觉得说你在日本、你在中国有厂，把它断掉，还不够。7月份的时候，他还聘了庞培奥，川普的前任国务院作为他们的顾问来去游说。我觉得他已经够努力了，但最后他说影响我们国家安全，所以日本人看着觉得这个东西。当然，这问题是说你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呢？这个时间点就是美国选举嘛，这个逻辑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在宾州有数千人，这个美国钢铁，他担心他失去工作，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不管是贺锦丽还是川普，敢去承诺说我支持这个案子。那我们再讲电动车哈，你知道前天呢，就是丰田跟 BMW 他弄一个氢气的，结果呢，事实上在证明不太可行。为什么？因为全日本大概有27000个加油站，3万个充电站，166座充气站，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将来的氢气的合作走向这种小型车的可行性是这个我去不太看好的。想要请教一下彬哥，你怎么样来看？现在日本人发现了吧？你们以为你们跟美国是盟友，实际上美国人是当你是小弟，而且还是不太放心的小弟。你要买老大的东西，现在老大觉得你是有国安疑虑，所以我真的觉得日本要考虑清楚自己的地位，不要真的以为美国把你当朋友。你要知道，在美国人心中，你以为他真的忘记你以前是他的对手吗？你以前是跟他拼死拼活的吗？你忘记这件事了吗？然后在2战之后，美国一直认为这整个世界的布局是由他来决定，不是由你来决定。所以一旦谁要超过他，他就把你打趴。那他之前就把日本打趴过一次，那现在他要打趴的是中国大陆，那当然他会全面对中国大陆去进行这些动作。那可是呢，美国慢慢会发现，他越这样进，他自己也会陷入很大的麻烦当中，因为很多东西是他自己本身也需要。那你如果不用中国大陆的东西，你的替代产品到底在什么地方？你也不是完全没有，但就变得很贵。那你要用这种事嘛，那就会害到你自己的国民。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判断说这种东西，美国可能慢慢贸易战会玩不下去，因为最近越来越多人在评论这件事，就是因为你越玩下去，美国反而害自己是害得越重。是。那所以你到底能够玩到什么时候？那有人说，甚至川普一上台，甚至贺锦丽一上台，可能都会改变目前这样的一个对峙的现状。那到底会不会？我不知道。那可是呢，显然华为现在是杠上了这个苹果，我就刻意选跟你同一天，大家来正面对决，我觉得也很好，就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嘛。对啊。那我自己是苹果的用家，我也是华为的用家，因为我有华为的手机。那老实讲，苹果这几年买气为什么会下降？就是别人都会陆续推出一些新的东西，那苹果有没有？也有，但是苹果除了晶片更新之外，第一个它造型上面改变的幅度不大，然后呢，你说现在这一次 iPhone 16最大卖点叫 AI 手机，可是别家其实早就推出 AI 手机了，所以你除非你有让人惊艳的亮点出现，不然你要刺激买气恐怕不是那么容易。那华为就是一直在推出新的东西，它这次大家瞩目的就是3折叠的手机，对。那问题是，老实讲，我很想买，可是太贵了。因为2万块人民币以上，这个对一般人来讲恐怕也是很难接受，所以我觉得它的一般的手机是不是能够吸引市场，就看它9月10号大家见真章。是，请教李将军。其实华为以前来讲的话，它手机推出时间来讲，大概就是避开这个苹果手机的锋芒了哈，就是它通常比它会晚2个礼拜以后我再来发布。那这次来讲，我觉得华为就是硬跟你杠上，那硬跟你杠上，我选择在你同一天，而且这次来讲的话，苹果发布手机的时间在东方时间来讲，刚好是凌晨的时候，所以凌晨很多人还在睡觉，不见得会关心这则新闻。那我觉得对时间点来讲，华为发布的时间是9月10号下午大概2点钟左右。其实对亚洲地区来讲，对华为来讲是
是比较有利的。那为什么华为会选在这个时间跟你硬杠？就比方说我对自己有自信嘛，我不再避你其锋。然后以前来讲，你可能有一些新的科技会吸引这个消费者的喜欢。现在来讲，我有比你更好的东西，所以我在这天推出来，让这个消费者可以做一个选择。那叶伦这个大家可能会当作笑话来看哈，所以叶伦现在变成中国这个电动车的一个代言人。那前一阵子是谁当代言人呢？是雷蒙多的代言华为手机。但是大家不要笑他们，因为我们台湾赖清德曾经代言过无人机啊，大家记不记得他那时候为了试导无人机的国防，特别到嘉义去参观，结果上面印了一个 Made in China 哈。这代表什么？代表不管从手机或者电动车或者无人机，代表中国的产业不是说产能过剩，而是它已经升级了。你全世界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用这个东西，你避不开的，就像这个日本想要买这个美国的这个钢铁业也是一样，你避不开。他跟美国现在用的是什么词来说服美国人？说，这个是中国威胁，如果你不卖给我的话，中国威胁会更大，就以毒制毒了。用这种言论想要来说服美国，把这个钢铁厂卖给他。那美国现在来讲，这个钢铁厂，我刚去查了一下哈，它光今年就跌了41%，股价就跌那么多。那你想想看，这个公司怎么撑得下去？迟早要倒的嘛。所以资方来讲，他就坚持要卖嘛。我卖出去以后，我现在有很多东西都老旧，我没有新的资本，我来更新我的，譬如说熔炉啦，或设施啦，或技术，我必须要有资本进来，我才能够做更新，我才能够活得下去。但是美国，我觉得这次来讲不出让只有一个理由了。其实讲国安呢，都是用别人，只是说他不能够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因为美国钢铁业是它制造业的一个大根本哈，这个工厂有123年的历史，那这时候突然被卖掉了，代表很明显的承认自己的制造业，这个基础的制造业已经走向没落了。因为钢铁来讲，后续来讲，你不管是造船啦，或国防造潜舰啦，造军舰啦，哈，造大炮啦，造炮弹，都必须要用到钢铁。俄乌战争了，大家关心了很久。现在整个战事的推进呢，俄军被形容叫做势如破竹吗？乌军只有零星的反击。这是克里姆林宫他所发布说，俄罗斯没有结束在乌克兰的特别行动时间表。所以和谈呢，美方虽然一直强调说有了，马上就要进阶最后的和平谈判时间，但现在显然俄罗斯方面没有要往这个方向推展了吗？因为过去1个礼拜，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目标已经进行了17次的大规模打击。关键打哪里？打能源设备、火箭炮武器库、燃料物流设备，这些通通都被攻击。大家一直在看，冬天快要到了，到底现在进展会影响到未来接下来冬天怎么熬过战事？现在这个红军村目前已经差不多被包围，团团围住了。距离前线红军村这里大概只有4公里，几乎是准备要切断运输补给线，准备要攻进去的这样的状态，机会还大吗？我看随时俄军都要往里面攻了。而基辅呢，美国方面是说有必要考虑是不是要撤回还在库斯克的那群部队，因为那部队才是精英啊。那各种分析都说亚速营突袭俄军壕沟啊，乌克兰去攻库斯克啊，本来就是希望让乌克兰的这个军队可以有移转战局的可能性，让俄罗斯把重兵调动一下，但显然没有用，只有小规模反击，并没有造成军队的调动，反而让现在红军村这里乌东更显得非常急剧的战事危急的状态。所以现在看看是俄罗斯增援库斯克这里的汽车被炸，乌克兰说还要继续袭击黑海的舰队军港，没有要撤回来的意思吗？那接下来比起乌克兰乌东战线被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呢则是以游击零星的方式来反应。泽伦斯基说，乌克兰实施俄乌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改组，官员换了很多人这换的这个城组里面呢，要求新团队要赶快拿出成绩。成绩什么？反攻吗？打仗吗？那新的这个外长西比加被说是一个相对了解包括西语跟这个过去跟波兰或其他的国家的沟通比较顺畅的职业外交官。那这一次换上他，6月才刚刚带团访华，所以
这个叶尔马克跟泽伦斯基啊，早年在娱乐圈工作老朋友啊，寻求俄乌谈和，偏鸽派，是不是接下来有机会双方磋商？不知道。但中国大陆所扮演的角色也备受关注哦。那北约秘书长说，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决定性推动者，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国这个是北约秘书长史托伯格他说的，中国对促成了俄罗斯的使用许多武器的生产，才会推动俄罗斯去攻打乌克兰。这个逻辑，我是觉得听不太懂。但基本上他们把中国角色拉进来，就是要强调说中国在帮着俄罗斯打这场战。那明明中国先前一直提出来是希望能够和谈的，不是吗？所以接下来美国呢再度提供了2.5亿的美元军援，不过拒绝更大规模的长程啊，这种更多的武器啊，尤其是美国的 F-35战机首次在俄罗斯附近的公路这里这个所谓的第48号战联队2架 F-35成功降落在芬兰的公路，那要展现说可以快速在欧洲这里集结，对俄罗斯产生威胁。但美国跟土耳其是不是也有越来越紧张的样子呢？因为华为在土耳其的各城镇部署的5G 技术包括基地台啊等等的，这居然影响了土耳其去买美国 F-35战机的进度。因为这样的关系，整个大卡关。那土耳其现在干脆还在采购俄制的 S-400的防空系统，所以美国会因为它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接近，去卡武器的采购吗？但我们看到民意是的确在反美的情绪，土耳其蛮高涨的。前两天我们就已经看到了美军这个舰队下船的休假的士兵，居然在街边被盖布带殴打这2位士兵后来是确定他人身安全无恙，但是美国方面也提出谴责，土耳其说已经把一群人给逮捕起来了，行凶的人但这显示着在土耳其这里，这个并不是美方的意志所能够完全的控制的那亮哥，我们先来看俄乌战争，您怎么看这个最新的发展？我坦白讲，你在战争内阁到了后期，那一个辞职。你看以色列有什么部长辞职的吗？没有啊，对不对？那只是大家对纳坦雅胡有路线上的意见那乌克兰不是他是部长一个辞据我了解，那个外长库列巴是被人家检举外遇所以你就知道什么狗屁理由都跑出来。很忙在打仗还可以。对啊，已经在这个时候了那反正就是我是觉得他的那个很多部长都最后阶段在跑掉有点不看好你的意思。这老百姓看不懂吗？而且你现在说我需要那个远程的武器，那美国国防部的秘书就说，事实上你跟俄罗斯的交战都在100-200公里内你怎么会用到远程武器呢？他想攻击俄罗斯本土不了，他现在就已经打进去了用远程武器我知道了，可是美国的国防部就是跟他讲说，这个可以在战略上没有意义，你只是打到几个点嘛，那你打到几个点，你就让俄罗斯也用可怕的武器来对付你，他就想把事情闹大，就这个目的。所以美国当然就会忧虑，你会不会去打政府目标是大哥出来，因为本来是打军事目标，你如果去打政府目标，那这闹可大了因为俄罗斯到目前也没有打乌克兰的政府目标，他是越打越凶，没有错啦，公用电厂就一直打，军事学院也被打可是并没有去打政府的大楼所以我觉得美国在这里也有点忧虑啦。实际上也不是只有美国的，英法也有另外一个叫风暴暗影嘛，叫 Storm Cloud， 那可以射250公里，那他们也不愿意提供现在所以我是觉得，我觉得泽伦斯基真的是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打了。比如说红军村你也撤了居民了嘛，那俄罗斯包过来的部队，听说前后有好几万人这样扑过来，那个兵力的是5-1以上所以他们认为守不住嘛，像连泽伦斯基都认为不好守了，那更不要讲西方的看法那你如果丢掉了乌东
这个那么重要的战略据点，那你去打那个俄罗斯北方那么一个小的地方是要干嘛？就看不出你整个作战的逻辑啦，你的布局是什么啊？所以我真的觉得美国真的有点无奈，因为美国当然希望11月5号之前你不要给我垮掉啊，你垮掉我拜登政府怎么办？那我的贺锦丽怎么办？眼看贺锦丽很有机会赢啊，这个变成一个大变数所以我觉得普京如果真心要帮川普要帮川普，搞不好就好好打这个仗，变成是在帮川普普京真的是在帮川普了，因为他2天前还故意说我支持贺锦丽，你不觉得他很过分吗？故意的他就是美国的票房毒药排第1名的，说他支持贺锦丽这样所以我是觉得。我觉得这个很无奈啦，因为战争已经打到这里了，那突然之间找不到好的那个战争的逻辑了。我认为以色列那个主要是僵住，你什么时候要撤军，战后的政府怎么安排？可是基本上那个战争已经打完了。可是这个战争不是这个战争随时美国可能会面对挫败的乌克兰。将军怎么看呢？第一个，双方的企图不一样。你像美国上次给了1.2亿吧，对不对？后来又接了一个3点多亿，干嘛？因为这个3点多亿就是总统权力可以拨的，他就是不停的拨军火，就好像打葡萄糖、打盐水一样，就希望你在11月不要输掉，因为红军村被突破这个战事就很快逆转了，那俄国会占领更大片的土地，那将来伦茨斯基就没有谈判的筹码了，所以美国就拼命在补，但是伦茨斯基说这样耗下去我也打不赢，那你就要开放我远程的，我把事情闹大，你美国正式出面，你们不得不你们2个美中真的要干起来，我也许还有救，所以他不断的要求。所以美国也看破这个，还有自己的算盘啊，看穿了，连英国也看穿。英国原来给风暴嘛，风暴也是250公里的远距武器。那现在俄罗斯的算盘是什么？他不想死太多人，所以红军村，你知道，红军村是一个大平原里面的一个城镇的这个军事城镇的一个建筑。这个城镇是当年就是为了因为大平原里面很难固守，他就要靠城镇来作为一个坚固的堡垒，投资了不少。所以俄罗斯现在的算盘就是这样的。我也不希望前线跟那个扎波热那个地方一样，绞肉机那样死伤太多，因为俄罗斯死太多也不行，所以他就用轰炸跟长程导弹干嘛？把你的电源打光，水坝打掉，你这个冬天我看你怎么过，让老百姓感觉到更痛苦。那么是不是希望呼吁出来和谈？因为现在僵在那里是伦茨斯基没办法谈，他一谈他就粉身碎骨了，他一定要撑，哪怕把这些部长换了，他都要在那撑。所以俄罗斯也增援了3万多部队，红军村是可以拿下，但是问题就是说，他现在的算盘是不是要硬攻，还是包围你这个弹尽援绝再攻？这是战术上的考量。因为我们这已经看了3、4天了嘛，8公里、7公里、6公里，进展很缓，但是这个点一破，那就江河日下了，这个一马平川的这个平原地，那乌克兰就很危险，所以伦茨斯基一定有抽调人过去，因为北方那一占领那个地没有太多的战略价值，但是抽调过来也是容易被俄国在空中的攻击下拦截，所以伦茨斯基没有精锐部队可以用了，已经没有精锐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看这几天了，这个红军村的这个陷落还是再僵下去。反正这个战争呢，到了11月冰封期开始，泥沼期开始了，大型的战术活动就会停顿下来了。所以伦茨斯基也在撑，美国也希望这样在撑过这个冬天就好办了。那问题就是看俄罗斯下的决心，跟他愿意付出多少代价。这个问题冬天要11月中哦。对，11月中，他前面有个沼泽期啊。对了满地的泥浆。对啊，泥泞期啊，这个大军作战很痛苦。对了。
所以这个局啊，就看这个9月份这个红军村的发展，因为哈尔科夫跟这边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这个地方，这个点一破，整个5条路跟1条铁路，乌克兰的所有的补给线就断了。所以他守是他必守的，俄罗斯也是攻守必攻的，所以就看这几天嘛。是，李老师怎么看土耳其现在跟美国的关系？其实土耳其跟美国关系向来都是耐人寻味啊。第一个是土耳其是北约的盟国哈，它是在1952年啊进入到北约啊，但是土耳其跟希腊就是美国在北约的另外一个盟友，向来存在着塞浦路斯的领土纠纷哈。那其实这一次哈应该可以推到2019年，当时当然也有印象，因为土耳其购买了俄罗斯的 S-400防空飞弹，所以当时哈美国即便是跟土耳其关系不错，还是制裁土耳其。本来土耳其是在美国所发展的 F-35战斗机计划里面，那美国说那你就不要想。那再到2年多前，俄乌战争一爆发之后，当时大家有印象，因为像是瑞典，他很想要进入这个所谓的北约啊，一改过去多年来的一个政策，大家有印象，土耳其挡了非常非常久，挡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其实是跟土耳其认为说他的有一些境内的一些他认为是极端分子被这个瑞典包庇相关。那最后土耳其终于放了绿灯，所以在今年初的时候，大家有印象是美国终于说好，我之前本来要卖给你 F-16的啊，我被我封住，那现在我又重新把这个方案把它继续进行当中，总共大概有200多亿美金，其中包括80架土耳其现役的 F-16的升级计划，加上准许土耳其购买40架新的这 F-16，但与此同时让土耳其很吃味的地方是，美国提供出售土耳其一个宿敌啦，希腊 F-35战斗机啊，这是当时的状况。那到目前为止，其实土耳其对美国来说还是不容易的一个伙伴，因为他在很多议题上，包括埃尔段啊，这土耳其的这个强人，在很多的政策上啊，包括刚讲对瑞典或是在人权记录上，其实美国都给他很多的颜色来看。那回到刚刚讲的这俄乌战争，我觉得重点其实可能还是跟11月初的美国总统大选还是相关，因为我始终没有小看川普的一些讲法。你说有些人说他可能是竞选语言因为这个俄乌战争他讲好多次，他上任之前，因为他是假设他真的胜选，要到明年1月20号才上任，但是选举是在11月5号，他说上任前这议题就要结束了，就是用政治解决。那有种是他的个人风格这种喊话，有种是竞选语言，但是这也反映出他对俄乌战争的一个看法。再加上川普的副手凡斯，他过去也讲过说，美国绝对不应该在深陷俄乌战争的这个战场上，把这么多的精力、资源、注意力，还有所谓的这个军备，包括经济援助，还有未来要做的重建工作放在上面。美国应该把真正的重心拉到印太地区，要对付所谓的中国大陆的崛起。这个在川普目前的团队里面，甚至有人说，未来他真的假设胜选的话，有可能会进入到川普内阁里面重要的官员，或是目前的前官员来说，这样的讲话都不是少数声音，所以不无可能。所以对于泽伦斯基来讲，他之前的如意算盘当然是我库斯克在8月初打的，他一定是想到这些东西。我借有一个奇袭，大家可能想不到的，我占领部分的俄罗斯土地。那对内来说，我对内有交代，凝聚士气；对国际社会、对欧洲、对美国来说，这是我用你们所提供的武器打下来的这个反击，是有成果的。第三，假设真的要陷入最后要进入到谈判阶段，不排除这也是我的筹码，可以用这个来换取我乌东地区被占领土地。但这些都要靠像现在红军村，可能没有多久之后，这解答最后的结论就会出来，是否俄罗斯会顺利的占领红军村，乌克兰是否能够成功的抵抗。接下来看看加拿大。加拿大最近因为很多的各国领袖都密集的出现一些为此不保的状况，加拿大也是吗？这是一个最新的报道说，最帅领导人杜鲁道也会宝座岌岌可危吗？因为民调的关系杜鲁道领导的自由党民调大幅的滑落，以至于连跟他一起合作的伙伴新民主党的党魁也说不好意思也说要分道扬镳，不跟你合作了。
那以此这情况之下，现在选举的预测，联邦选举马上就要召开的这个比例来讲，保守党、自由党他就没有办法直接在5大政党比例里面拿到绝大多数的领先。因此呢，现在连反对党、保守党一举可能会翻盘，在343个国会席次里面可以拿到210席，稳坐多数执政。那当然，杜鲁道被认为高达38%的民众认为，这个杜鲁道已经成为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理，让这个移民泛滥资源匮乏通膨犯罪，让他的这个党魁之位都可能不保嘛。当然还有一段时间了但杜鲁道失去了这个执政联盟伙伴新民主党之后呢，到加拿大提早选举也有可能会发生。专家认为，潜在的危机是夏天就要通过的年度预算案，如果杜鲁道没有能够从这个议会上面通过拿到预算的话，就会导致明年秋天直接提早大选。那么补选之前呢，蒙特罗的竞选标志上已经没有布鲁道的照片了。过去大家很喜欢用他的照片但这次有没有可能在补选众议员里面直接全军覆没，被大家看到说是不是被拖累的选情呢？那加拿大这个有很多民众在抗议，又是发生了这种，尤其是工人公运的罢工，都是认为说很多的这个通膨还有就业率的问题。新民主党说他们站在工人这一边批杜鲁道的自由党懦弱、反工人、屈服于企业的贪婪。那甚至杜鲁道被加拿大中产阶级批评说，你看看这个对话，钢铁工人说我交40%的税，但是你给了我什么？听听这段对话。What about the 40% taxes I'm paying, and I don't have a doctor? The $400 million that we invested in the card means you're going to have a job for I think you're only here for another year. We're going to invest in you and your job. I don't believe you for a second. I have a good job. You're not really doing anything for us, Justin. Yeah. Good luck and take care of your family, sir. No, I'm good. Thank you. All right. Have a nice day. Have a good day, sir. 那选民说我缴40%的税，我连牙齿都要自己付钱，等于说这个一直在社会福利相当好的国家里头，杜鲁道现在不被一般选民买单吗？那甚至在多伦多电影节这一场，我们都看到很多这个画面，大明星众星云集，享受美食佳肴的画面，但另外一边呢，却有民众就从这个多伦多市中心蔓延了很长的队伍，在食物银行领食物那试图要抵抗饥饿，显然这是很反差的这样的画面。因为自由党的多名部长8月才被说拍到豪华雪茄大抽特抽，又吃龙虾等等这些照片，跟现在整个社会经济不景气，很多的民众因此要去食物银行领食物的这种画面，真的相当的讽刺跟对比。而加拿大批准的签证数量减少了，拒绝移民的数量呢也创历史新高。那是不是也跟最近的国内经济有关？但7月5830名外国旅客被拒绝入境，到底是为什么呢？那当然也引起了国内非常大的批评。加拿大跟着美国抗中，那目前抗中的进度呢？加拿大对中国大陆的部分是电动汽车征税那大陆商务部提出反制，加方对于中国电动车的钢铝分别征收100%跟25%的附加税，坚决反对，也持续的要在争取有没有可能放宽但是征税呢，被说是自讨苦吃，原因是有更多的像什么油菜籽还有其他的物资等等的，都反而让国内的经济造成了冲击。亮哥来看看加拿大最新的状况。我觉得加拿大这个当然就是经济不好，移民变多，然后就把自己经济不好开始做各种归咎了这已经表现在欧洲好几个选举了最近是德国有2个邦投票嘛，那其中有一个邦极右翼是第一高票32%那第2名也是基督教民主党，德国社民党只有12%。那前2大就是基民党跟极右翼，加起来将近60那你看那个法国的极右翼也是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风潮啦，就是贫富不均嘛，然后移民变多嘛，那大家都在找归咎的理由啦。那反正我就把我自己的不幸归咎到你太纵容，别人的错，就是政府太纵容之类的。移民政策。那我认为加拿大也是典型事实上，川普本来也有这个机会的啦，那可惜就不是拜登选嘛，所以你就归咎不到当权者身上
因为你要归咎贺锦丽，他没有人认为贺锦丽有权利了啊。可是如果是拜登选，拜登就全部都中了啊。那当然，川普现在也是，因为现在也是2个议题，贺锦丽也在躲啊，就是移民嘛，还有通膨嘛。其实这2个议题，加拿大也是一样啊，都存在啊。那他就是当权当那么久啊，因为他比他老爸实在差多了啦啊，就我觉得他讲话有时候还蛮任性的，所以就很容易被抓到包啦。人家看是小孩总统，不，他爸爸蛮优秀的，比较幼稚。对啊，这差很多了啊。那不管怎样，你看那个中国大陆对加拿大就毫不手软。你看那个中国大陆对欧洲国家，因为欧洲人家对那个电动车现在的税率大概35嘛，那你加拿大就跟进美国给人家磕100，那你是要干嘛？你以为你有美国那种底气啊？所以中国就不客气了啊，你那个油菜籽，他就一下子给你搞反倾销了。实际上你就会发现中国大陆对欧洲各国还没有这样搞的。对，他了不起就是说，乳制品要课税哦，白兰地要课税哦，猪肉要课税哦，再来谈嘛，就对你重磅敲下去了。170%。是啊，所以我就是说，你这种决策跟美国走，你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啊，你又不是美国啊，所以从这里就看出，我觉得他就是我们说政治有时候要恰如其分的提出你的政策，他那个拿捏都拿捏的不准确了，所以就会造成今天的状况。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他还不如墨西哥。欧洲政局近来特别多这种异动啦，或者是这个选情不妙的状态，那抗争罢工特别多，加拿大也不例外。照理讲，加拿大原来是在很多国家里面算起来一个资源蛮丰富的地方，地理位置也蛮好，它的森林覆盖率也很高，它的木材啊什么输出往美洲来讲，交通也便利。第二个没有天敌，它两洋都帮它隔绝了嘛。又在美国保护伞之下，基本上来讲，这个国家应该非常容易 operate。那后来就是因为移民过多，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不错的。你像香港碰到97，就大批的移民过去，移民过去就把房价炒高。那最近加拿大居然人民要排队到食物银行的话，代表基层经济不是很好。第三一个税这么重，这个牙科本来啊，在欧美国家来讲，他宁愿买张飞机票到台湾来搞牙齿。对。那他相形之下就说，我缴这么重税，你的 medical care 有问题。我有一个朋友在那边，在加拿大看病啊，一等半年，正常，等到他走了，还没看到。就是说，他那个家庭医师安排的什么医院，那一搞很久。所以台湾老百姓在台湾享受健保，你不觉得是很幸福的？你到国外你就知道那个医疗有多可怕。有一次我在美国巡回讲那个911的时候，我得了蜂窝组织炎，那个起码一个疗程要10天，要住院。我一心想，那一进去我好几万美金都没有了，我只有找华侨给我买了20-30颗 Cafrax， 在旅馆里面躺3天，摁撑。所以外国的医疗是你难以想象的，一进去，这 X 光，什么这个检查那个检查，人还没有开始给你开药，已经好几天折腾下去，那个账单你看了会吓死。对，吓死。所以这个东西啊，相形之下，基层劳工一旦发现自己的工资没有办法支持他一个平稳的生活的时候，这就问题来了。在加拿大，讲良心话是实在没有必要去跟着美国抗中抗到这个程度。第一个，你没有受到什么威胁嘛，你跟中国大陆还是有可能很多生意可以做的嘛。所以你看前一阵子莫名其妙对于一个华侨社会的这个活动的领袖说他是为中共做什么，影响他的大选举，这种话也说得出来。所以我觉得对加拿大讲，这个领袖不是个很聪明的领袖。连越南都懂得玩阻止外交，其实加拿大有必要吗？
美国也不会逼你逼到什么程度啊，因为你不在战略的，像台湾第一岛链、日本第一岛链，你有战略价值，加拿大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老百姓会怎么想你？我看他下连任是很困难的。第二个，讲那些话也把川普得罪了，你当个政治领袖怎么在场合里面讲那些笑话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加拿大国内也有罢工，那么甚至对于通膨的议题，民众很有感，所以杜鲁道连这个现在继续可能会要提早改选，是因为合作的政党不跟他合作了。对，其实从加拿大来看哈，可以发现其实跟美国很像，选民所关心的就是经济、通货膨胀，还有包括像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犯罪这些，还有移民问题，这个完全跟美国是大家所关心议题是一样的。假设加拿大是明天选举的话，小杜鲁道所代表的自由党应该就会垮台。好，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小杜鲁道不要看他很年轻，他1971年出生，到现在50出头，但他第一次担任总理的时候是2015年，是加拿大历史上第2年轻的一个这个加拿大的首相。那他爸爸是老杜鲁道，其实他在12岁的时候，1983年就跟他爸爸去过中国大陆，也见了邓小平。但重点是我觉得长期执政下来还是会疲惫啦，因为你那时候是这么的年轻，执政了9年下来之后，你很多的议题老百姓不耐烦。那现在有个重要状况是，因为他是2015年选上，2019年选上，但2019年的时候他其实是少数政府，因为他的党。他的得票率虽然是可能是最高，但是不足以过半，所以到2022年的时候，这个图片上显示的新民主党跟他合作，签订了合作协议。